以军已经抵达加沙海岸沿线，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，并已经包围加沙市，随时发动地面进攻。那么以军是如何一步一步包围加沙市的？接下来又会有什么动作？10月5日，以色列时报报道，以军部队已经到达加沙地带海岸沿线，并将该地区控制住。这也就意味着以军彻底将加沙一分为二，成为北加沙与南加沙。不过仍留有一条走廊。同时，以色列军方宣布，以军包围加沙城，预计本周将迎来更大的地面行动。以军将在这里分割切块，消灭哈马斯。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赫尔奇·哈勒维中将在北方司令部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表示，随时准备对加沙北部发动攻击。以军当前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击躲进加沙市的哈马斯，并摧毁哈马斯的地下通道。只是由于哈马斯在地道中埋设陷阱，现阶段可能不会让部队进入地道，而是从外部处理地道，比如空中突袭。10月5日晚间，以军加大对加沙的空袭，袭击哈马斯地道、观察哨所以及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。以军第551旅还宣布缴获哈马斯大量武器弹药和情报资料。11月6日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，以军可能已经识别出加沙地带数百个甚至是数千个地道入口。下一个战争阶段就是以军进入地道，追踪哈马斯武装分子，最终摧毁地道。说到这儿，就有一个小问题：以军是如何一步一步包围加沙市的？从以军进攻加沙地区的方向来看，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个部分。北面分为西面海岸和东面拜特哈农，南面则是自东向西直至海岸，切断北部的加沙城区与南部更大区域的联系。其中北线西面海岸方向就是以军第一个主推方向，目标就是沿着海岸向西南方向推进，与以军从西南方向向海岸推进的另一股主力会合，彻底切断哈马斯从海上获取援助的路径，并将加沙市区四面包围。进展也很快，从10月28日至11月1日，以军在海岸线快速推进，直接抵达贾巴利亚连通的海岸。但10月2日到现在，进展明显慢了下来，战线几乎没什么变化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哈马斯没能预料到以军在该方向的推进，一开始并未形成有效的抵抗。另一方面就是海岸地区没有明显的城区，以军的装甲部队可以大规模推进，但是接近贾巴利亚连接海岸的道路之后，城区比较密集，以军进入巷战，开始清理建筑里的哈马斯，推进速度慢下来也是意料之中。而北线拜特哈农方向又分为两个小方向，拜特哈农与萨拉赫奥蒂恩大道方向，这里只是以军的佯攻，用来吸引哈马斯的注意力。以军10月底就进入拜特哈农镇区东北角，只可惜该方向无法更进一步的定位。不过大多数的媒体都认为，以军在北线的控制区已经连成一片，半包围拜特哈农。至于南线加沙市以南方向，以军是一路高歌猛进，10月底就已经冲上萨拉罕奥蒂恩大道。进入11月之后，以军的一部分主力沿着10号大街向西推进，并一路抵达加沙的海岸大道。以军在该方向的行动很好解释，切断加沙地带，包围北部的哈马斯武装。中部分割的意义很大，以军工兵部队探地道钻孔处理后，就能切断北部与南部的地下联系。之前以军不能进入加沙，只能在隔离墙外找地道，也只能对付进攻型地道。现在从中部插入后，就能在这个分隔带里找到连接南北加沙的地道，并钻孔处理。不过以军当前只能切断南北联系，并不能在隔离带处理地道。彻底清理地道的话，还需要使用推土机一步步封死各个地道口。至于以军的后续动作，就是开头所说的包围加沙市了。说实话，就战况来看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分析的。哈马斯武装并不算很强，无法与装甲部队与步兵部队协同推进的以军主力正面交战，只能是乘势有机。以军只要按照自己的进攻节奏，谁输谁赢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。当前以军的分队编组跟施工队差不多，一辆坦克，一辆重型装甲车，然后就是推土机、挖掘机。以色列的战术就是探测到地道后，然后挖个坑，填点炸药爆破，最后推土机推平。方式或许稍微有点区别，但是模式就是这样，跟城区改造差不多。虽然说有点死板，速度也比较慢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是最稳妥、风险最小的、清理最彻底的方案。那么进攻加沙市，以军会使用什么武器？以军首款埃坦轮式装甲车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
以色列陆军的装甲车辆基本上都是重装化履带式车辆，比如梅卡瓦、阿奇扎里特、第9R 注重装甲车辆的防护力，以及装甲车辆在战场上遇到袭击时对成员的保护和快速维修。而履带式车辆天生防护高，在以色列的地形上，履带式也有更好的通过性，所以以军执行任务时一般都用履带式车辆。就算是执行治安战，也是各种重甲防护的履带式车辆。这种情况下，轮式车辆基本没有生存空间。单论防护能力，轮式的确不如履带式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主动防御系统横空出世，以及反坦克武器横行，装甲车辆防护能力的权重不如从前。同时，现代陆军对快速反应化的要求，也决定了以军不能再依靠履带式重装机械化部队打天下了。于是，以军开始研究轮式装甲车，成果就是埃坦。这是以色列第一款轮式装甲车，用来取代以军现役的 M113 装甲车。2023年5月，以色列国防军哈尔步兵旅接手首批埃坦新型轮式装甲车。单从外观上看，埃坦与以色列常用的 M113 放一起，有一种1.9米的大汉欺负小朋友的即视感。不过个头大也就意味着战斗权重也大。埃坦步兵战车型号的重量在35吨左右，在世界各国的主力步兵战车中，这已经是最重的。这个吨位甚至已经超过了部分坦克。不过一般来讲，吨位大也就意味着防护强。埃坦35吨的重量带来的效果也很明显，就算是不安装附加装甲，也可以抵御 14.5毫米机枪的射击。同时，埃坦也延续了以色列装甲车辆重视人员生存性的传统，车底和悬挂系统都经过特殊设计，可以分散地雷或者简易爆炸装置的冲击波，保证车内人员的安全。车后尾门采用液压跳板式，两侧都有延伸到后方的装甲结构，可以在人员上下车时提供掩护。弹簧悬挂系统暴露在外，如果压爆反坦克地雷，悬挂系统和车轮被炸飞后，不会影响到主体结构。而且埃坦还配备了中央轮胎充气系统和防弹轮胎，可以在轮胎被机枪击中的情况下，继续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。当然，埃坦的防护还不仅如此。现在以色列各类坦克装甲车辆基本上都安装了主动防御系统，比如梅卡瓦斯上面的战地品系统，埃坦上面自然也有，其加装了轻量版铁拳主动防护系统，主动拦截来袭威胁。除了防护能力，埃坦的遥控炮塔也是一大亮点，这里就要提到适用性了。无论是步兵运输、战斗支援还是侦察任务，埃坦都可以完成。其车体上方可以安装遥控武器站或炮塔。安装遥控武器站版本的是装甲运兵车，主武器为一挺机枪与一门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，载员12人，包括3名车组人员和9名步兵。安装炮塔的话，那就变身为步兵战车，炮塔内的武器为一门30毫米机炮，辅助武器为一挺7.62毫米机枪，长钉反坦克导弹自然也不能少。除此之外，埃坦还有一门60毫米的超轻型迫击炮，可以发射高爆榴弹和烟雾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以色列在研制埃坦时采用了梅卡瓦主战坦克和雌虎装甲车的技术，研制工作比较顺利。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，埃坦的生产基地就在生产梅卡瓦、雌虎的工厂。以色列已经建立新的生产线，用于制造埃坦，所以就算是埃坦投产，也不会影响其他装甲车辆的生产速度。只是与其他同类装甲车相比，埃坦的机动性数据其实很一般，安装了一台750马力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。但是最大速度只有90公里每小时，与其他装甲车标配的120公里每小时相比，还有不小的差距。不过对于以色列而言，速度什么的无所谓，要的就是防护。埃坦与梅卡瓦坦克等装备一样，有很强的地域特点，速度虽然不算快，但最大行程接近1000公里。中央充气轮胎也很适合沙漠地区行驶，只是在沙漠中行驶的话，速度会比较慢，时速50公里以下。作为以色列的新锐装备，埃坦应该会是在未来几年里完全替换掉以军手中的 M113。目前该车单价约300万美元，没有关于埃坦出口的报道。不过火力军估计这种地域性很强的装备不好卖。当然了，埃坦也有一定的缺点，比如因为车门狭窄，而且采用了跳板进行上下车，平时作战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遇到泥泞的战场环境后，成员踩跳板的次数一多，就会出现跳板打滑的问题。还有就是埃坦车体太大，显然是敌军反坦克导弹的好目标。不过这些缺点都不算什么，主动防御系统弹药用光之后，如果想要更好的保护成员，也能选择加装格栅装甲，以防卫巨能战斗部反坦克武器的攻击。至于打滑的问题，解决的办法一大堆。
总的来说，艾坦虽然性能不错，但设计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而是与同期的其他8×8装甲车差不多。不过考虑到以色列有丰富的实战经验，研制艾坦大概率也是符合实战需求的。至于以军在加沙的行动，艾坦会不会参战？火力军的答案是肯定的。艾坦的快速反应能力比履带式更强，在路网密布的情况下，轮式装甲车辆的机动性更高，车上的步兵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目的地并发挥攻击力。加上铁拳主动防御系统，防御较轻的装甲车也具备一定的生存性。在以军的地面进攻中，艾坦可以与梅卡瓦系列一同行动，测试二者的实战性能。梅卡瓦 MK5 巴拉克也是在2023年夏天亮相，其采用更先进的数字防御系统，通过集成雷达、摄像头和传感器创建态势感知系统，不会让坦克成员因打开舱门而面临危险，刚好可以与艾坦一起行动，二者强强联合。而且按照以军在加沙实施的战术来看，艾坦装甲车可以实施穿插作战，切割加沙北部的哈马斯，随后第9A与坦克实施地面并推，在周边都被封锁的情况下，哈马斯已经无路可逃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认为艾坦装甲车在加沙能发挥什么作用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